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没错，那个男人又来了。确实如标题所说的 NihHipStore 呢，他是已经弃坑了，并且有观众发这个图片给我。根据这个图片的画面，应该是 NihHipStore 他自己截图的画面。他的宝石复数是837890颗。那么他这个账号呢，他讲已经弃坑了，可是看到这里资源其实还有很多，160亿的食物，220亿的木材，209亿的食料。至于金币，它后面看不到是什么数字，有可能剩下50亿。其实他要打的话，确实是可以打。那这边看到的时间推测，应该是5月1日截图的。在前不久，外国主播 Chisco 就有讲 NihHipStore 要弃坑的事情。那他发布影片的时间是4月28号，但是他前面是录音啊、访谈那些时间算起来的话，应该是27号、26号左右。加上现在宝石是负数的，所以可以确定他是真的弃坑了，也证明了他这个账号是恶意退款。那我去看了他跟 Chisco 的访谈呢，他就有跟 Chisco 讲到他这个账号不会卖出去，然后他转去玩 Call of Dragon， 也就是万龙觉醒了。不过我最近看新期的影片，他好像在万龙觉醒又搞事情了。总而言之，有他在就有 drama 出现。那刚刚我讲到嘛，他跟 Chisco 访谈的时候，有跟 Chisco 讲到他不会把这个账号卖出去。当然啦，如果你要拿回这个钱的话，你当然是不能把账号卖出去。不过当然的，每个大佬呢都是有代充或者是代打的，有很大可能他的代充帮他退款也说不定。但是既然他都说到他不想要卖账号，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想要退款，所以不要卖账号。那么就要看他退款之后实际上可以拿到多少的金额了。那么首先我们这边看到的是83万嘛，我不确定他之前是不是有更多的宝石，然后官方扣到不能再扣了才变成负数。我就找了几个他的账号截图到的画面来做个推测吧。像这个截图画面是他去年11月要爆冰之前的截图画面，这时他的宝石是有1960万的。那因为这个时间太久了，11月的事情现在都已经5月了，我尽量去找更接近的时间，只能找到12月的。这个时候他应该是打着 K2， 然后宝石还有477万。那我们大概推测一下吧，如果官方只是扣除他这里拥有的宝石而已，截图的最后画面再加上官方扣的宝石总共有 2.2 万。假设是爆冰之前的数量再加上官方扣除的数量等于 8.2 万美金。那我个人觉得啦，以 NihHipStore 他这样子的身份呢，我觉得他是不差这一点钱的。当然的，也不排除可能是他自己退款的，但是也有很大可能是他的代打帮他退款的。因为之前也是有发生过不少代打帮他们退款的事情。举个案例，在前阵子万龙觉醒也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这件事情严重到官方发公告通知各位了。这里官方说他们是利用了付费信用卡的漏洞去充值，就是说有很大可能你买那个礼包需要10块钱，但是你只是需要给5块钱就可以买到整个礼包了，就会变成莉莉丝那边损失惨重。所以莉莉丝是直接扣除了他们礼包里面的内容，包括宝石啊、物品之类等等的。像他们这样已经扣负数的礼包呢，基本上是不能动了。但是我就很好奇了，为什么他会截这个画面呢？一般来说这种有钱人呢，他是不想要给人家看到他做出这种行为，因为这样子就表现说，哦，你是没有钱是不是，所以你才要退款拿回钱。相信这个只有他自己本人才知道了。但是他一个人退款，我觉得还没有比之前的规模更大。像我之前做过一个影片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封面呢，这个是真的截图来的。这个玩家是扣除了519万的宝石，这里退款的金额我相信是比 NihHipStore 还要更夸张的。然后官方那边还列出了一大堆名单，它是有附上账号的名字的，说明到底有哪一些玩家退款。可是没有想到在昨天在讨论区有人说他的账号已经进入失落之地了，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确实是在失落之地了，还有不同王国的玩家。那么就很矛盾了，他明明说要弃坑了，为什么账号还在失落之地里面呢？并且他们的失落之地刚开不久而已，并且还有玩家透露他在前置的时候也有爆冰，但是这个玩家提供的截图看到不是很清楚。不过可以确定呢，是已经在征服赛季了，还有跟我刚刚截图到的画面有参与的王国是一样的，但是明显看到他这里爆冰的数量其实没有特别多，比起他以前的记录。有人说他只是不充值去玩游戏而已，但是他依然还在玩着这个游戏，并且他是分享账号出去给别人玩的。那所谓的分享定义是什么呢？如果包括他的代打，这样子就不算分享了。另外一个玩家也是这样子说，他只是停止消费，不过还是有玩，现在比较专注在万龙觉醒。这时候就有人质疑了，你们怎么想的？他丢了这么多钱在这个游戏里面，然后突然间说要弃坑了，玩这个游戏的时间连1年都不到，他本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。他这个账号卖出去的话估计也不少钱，还是说贫富限制了我们的想象，这一点钱对他来讲真的不是钱呢？下面的玩家就说他是已经宣布说不要玩这个游戏了，但是他会把这个账号送出去给这个王国的国王，
自己跑去玩万龙觉醒了。接着下面就有玩家说他已经全额退款了，还有玩家说出他弃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作为让很多玩家都不喜欢，讨厌他，甚至是已经拉黑他了。像这类型的游戏，就算你有很多钱也好，你也需要朋友，就算他有钱已经买不回好的名声了。看来这位土豪真的是臭名远扬了。给不知道的观众整理一下他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。我听观众说这个玩家的嘴巴是确实很臭，不过大多数都是他的代打在操控账号，也就是因为他的人品有问题，所以有很多玩家都不喜欢他，尽管他很有钱。最轰动的就是在 K3 的时候，听说他用钱去贿赂对面的国王，也就是敌人。到底给了多少钱我也不清楚，但是他本人有发过邮件澄清了这件事情，说没有花任何1毛钱。传闻是说给14的王国，那他这里给的理由是因为14王国受到05王国的不公平对待，所以他是伸张正义去打05，绝对没有给钱任何人，所以这个是传闻来的。买王国的事情之前我听过一些传闻哪一个王国呢，这个我就不讲了那他 K3 发生什么事情有这么长，有兴趣的观众你们自己暂停查看吧，我就不要念了这里我就简单概括什么事情吧，就是刚刚有提到的14跟05这两个王国因为分配奖励的事情而吵起来，有人说他们的数据造假，14把05逼急了，然后05把14踢了出去，在皇庭的时候就各打各的，14打完04之后就划水不打了，就导致3亿也就是04的盟友14跟05的敌人，他们在这个时候推了出来，其他都被关死。第二天27跟05开始反推3亿，可是这个时候14背叛了05跟27，所以这个时候变成3亿14、06、02对上05、27、09 4打3， 04是已经被抛弃了，不过很显然的4打3肯定是4那边赢了。这里说14的黑历史太多，再加上领导层的野心很大，最后06和3亿因为数据结果达不成一致，就是说原本打05、27的这些王国呢，全部又跟他们合作变成6打2了。2的部分包括谁呢？14，还有包括 Nihipstore 的王国3亿，最终把3亿打回去，14也被按的死死，所以他们这场 KVK 其实还蛮精彩的。不过那时候我好像也是在打着 KVK， 没有时间去看，而且他们里面发生的故事很乱了，我已经搞不清楚了。那这个懒人包我觉得整理还不错啊，你们可以直接看这个懒人包，比较容易了解。当然的，这个懒人包只有单方面的说辞嘛，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，大家记得理性吃瓜，看看就算了。那里面有提到14中途有搞背刺，所以他们才怀疑 Nihipstore 是不是拿钱去贿赂了14，才会有这个传闻要本人出来澄清。一般来说光影交织的队友都是自己选择的，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况，可是像他们搞得这么复杂的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还要日光跟月影两个合作起来6打2这个更是精彩。那么回来退款的事情，我觉得他王国的玩家应该不会去搞退款吧，一般来说分享账号都是用脸书，脸书的话是没有办法退款的，除非你是有他的账号，也就是 Gmail 有绑定他的卡的才可以退，而且退也是退回去他的卡，又或者是代充的卡。那你们觉得是他自己做的呢，还是代充帮他做的呢？因为你们自己想一下，如果这个账号呢他退款之后就完全不能操作，不能派兵了，像前面玩家有讲嘛，他这个账号是已经分享给他的队友了，如果他的队友真的要操控的话，应该不会去做这种事情。他这个账号10亿战力一阳子去填兵都可以填很久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但是我不知道真相可是10亿战力的账号还要搞退款呢，确实是有一点难看啊。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